你知道吗？日本居酒屋的崛起竟然跟400年前的一场大火有关，而过去的居酒屋还曾经被要求只能够在白天营业，这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居酒屋的冷知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居酒屋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当中最标志性的餐厅之一，在很多日本的职场剧里面也都一定会出现居酒屋的场景。就像日剧《深夜食堂》演的那样子哦，很多上班族在下班之后都会去居酒屋小酌放松一下。根据统计，日本居酒屋一年的产值就超过了台币3000亿元。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居酒屋这个产业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百年了，只不过当年的居酒屋其实跟现在有不小的落差，而它的发展历程也跟日本社会的变化、经济状况密不可分。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居酒屋是怎么样出现的，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去居酒屋呢？去居酒屋又有哪些潜规则要注意的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哦，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居酒屋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回到江户的时代。当时呢，日本有专门贩售酒的酒屋，有些客人呢在买完酒之后会直接在店门口饮用，久而久之哦，酒屋就变成了一个方便大家喝酒的地方。那最一开始酒屋呢是没有卖食物的，反而另外一种被称为是主卖屋的店家呢会贩售炖煮的餐点。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有些酒屋开始贩售餐点，而主卖屋呢也开始提供酒类商品。渐渐的，这些店家被统称为是主卖居酒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有吃有喝的居酒屋。那么居酒屋是怎么样红起来的呢？背后的故事跟一场大火有关。1657年呢，日本发生史上最大的火灾——明利大火。相传这场大火呢烧了3天3夜，江户城里面呢有一半的房屋都被烧毁。火灾过后，为了要重建家园，日本各地的工人都聚集到了江户，而这些移入的劳动人口呢几乎都是男性。在完成了1天的工作之后，居酒屋就成为了提供这些工人一顿温饱的地方。当时有一间酒屋呢，主打是贩售超大块的味噌烤豆腐和便宜的酒，特别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而喝酒配下酒菜的文化呢，也开始慢慢的成型。久而久之哦，居酒屋呢就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 CP 值超高，能够用这个吃到饱、喝到爽的地方。不过呢，有趣的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居酒屋呢只能够在白天营业，这是怎么回事呢？江户时代的日本呢，大家晚上会使用油灯，再加上居酒屋呢，因为要开火料理食物，有的时候会发生火灾。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哦，当时的这个幕府将军呢，决定颁布夜间禁止营业令，要求餐厅只能够在白天营业，天黑后呢就需要打烊，立法禁止大家频繁的用火。不过法令虽然定在那边哦，但很多的居酒屋呢，却还是偷偷的开到晚上，不管政府怎么取缔都没有用。再加上呢，当时路上的这个夜灯越来越普及，晚上外出的民众不减反增，让居酒屋的数量越开越多。那个年代啊，在江户的街道上面有将近2000间的居酒屋，是所有餐饮业当中最多的类型。而日本人呢，也因为这个样子，逐渐的发展出了晚上喝酒的文化。后来幕府看大家根本管不动，那干脆顺应民意，解除了夜间禁止令。居酒屋的盛行让江户的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玩。不过呢，相对的，居酒屋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在江户时代呢，居酒屋的客人很多都是前来支援重建工作的男性，所以在店里面呢，很常看到工人啊、车夫、马夫、打杂工等等，有的时候呢还有低阶的武士。有人就形容哦，当时的居酒屋呢就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而且很多人在居酒屋喝得乱七八糟，酒后闹事，让居酒屋成为了治安的乱源之一。事情严重到当时幕府呢只能够发布酗酒禁止令来遏制这样子的问题发生。有学者就说，居酒屋呢让江户变成了醉汉天堂，还出现了江户的特色呢是火灾跟打架的俗语。
那时间拉到现在虽然说呢，近代的居酒屋比较少出现打架之类的状况，不过呢，在居酒屋喝到挂的状况呢，依然是很常见的。如果深夜在日本的街头闲晃，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上班族醉醺醺的从居酒屋离开，很多人呢还直接躺在人行道草丛当中睡到不省人事。那话说回来，现在的居酒屋已经成为了日本上班族必去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居酒屋跟日本上班族的渊源呢，可以从70年代说起。当时日本进入黄金时代，经济飞黄腾达，大家的手头变得宽裕很多，白领阶层的上班族呢，也越来越喜欢跟朋友一起到居酒屋小酌几杯。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也会带客户去应酬，让居酒屋成为了大家下班后的聚会场所。那到了90年代时呢，日本面临了泡沫经济的危机，经济不好，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这个时候的居酒屋呢，变成了大家借酒浇愁的地方。上班族会在居酒屋彼此的互吐苦水，疏解压力。那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居酒屋也是日本职场很重要的社交场所。想要迎接新人或者欢送同事离职去居酒屋；想要认识前辈，多听公司内的八卦去居酒屋；想要巴结老板跟上司打好关系，还是去居酒屋。对于相对严肃、注重辈分的日本职场来说呢，可以喝酒聊天的居酒屋，反而是上班族打破隔阂、跟同事、上司促进关系的重要破口。那根据2020年的报道，日本居酒屋的产值呢，大约有新台币3000亿元左右，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讲完了居酒屋将近400多年的历史发展，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现在去居酒屋有什么样特别的习俗或者潜规则呢？日本人到居酒屋普遍有先点酒的习惯，在坐定位置之后呢，会先点一杯啤酒。接着店家呢会送上一道开胃菜，虽然价格不贵但是呢就算不想吃，基本上也是不能退的。有些观光客呢可能会觉得这是店家在强迫推销，但这其实算是居酒屋长期以来不成文的规定，有点像是入场费入座费之类的。而在正式点餐时呢，很多人会建议，因为烧烤类的餐点，像是烤鸡肉串烤鱼都需要比较长的制作时间。那为了避免桌上空空的可能会尴尬，可以先从小菜生鱼片、炖煮料理这些比较快上桌的料理开始点。不过除了吃东西喝酒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日本居酒屋呢都会提供喝到饱的服务。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呢，居酒屋主要是喝酒的地方，而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在日本的居酒屋呢，你会看到大家的桌子上面通常不是满满的餐盘而是满满的酒杯。最后呢，当大家聊得差不多了，会再吃一道称为是结束的料理。有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代表呢这是这一次聚餐的最后一个料理。通常这道料理呢就不再是小分量的食物，而是能够吃饱的茶泡饭乌龙面等等。那有趣的地方是，由于日本有所谓的 N 次会文化，除了第一坛之外呢，还会有许多的2次会3次会，所以这道料理呢往往是出现在所有的续摊结束后才会出现的。以前的居酒屋主要是卖酒精饮料，再加上消费的主力大多是中年的上班族，因此客人当中不论是女性或是学生的比例都很低。但是呢，在这几年为了增加客源，很多的居酒屋也在转型当中。像是这几年很流行的 NEO 居酒屋或是霓虹居酒屋，被称为是完美版的居酒屋。他们的装潢呢不再以木头昏暗灯光、红灯笼为主，而是改用了新潮的霓虹灯，明亮又时尚还提供了各种颜色缤纷的鸡尾酒，非常的受到女性客户的欢迎。而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呢流行脱酒精的文化，没有上一辈那么爱喝酒，因此呢，很多的居酒屋也开始提供更多的低酒精或是零酒精的饮料，不只吸引了很多的学生族群也拉到了很多的家庭客。另外这几年日本外国观光客暴增，大家都在抢食这块大饼。有些连锁的居酒屋呢，就会特别提供有多国语言的这个平板，让各国的客人都能够轻松的点餐，也让更多的游客体验居酒屋的文化。在写这集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想台湾也有很多人喜欢去居酒屋，那这跟日本人去居酒屋的原因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是觉得对于日本来说，可能因为社会氛围相对的压抑，能够让大家卸下心防的居酒屋，已经远远不只是一种餐厅形式，而是人际往来重要的社交场所。那在台湾虽然居酒屋也有社交的功能，但很多的时候大家愿意付贵一点点的钱去居酒屋，可能是为了体验异国文化。就像现在，当我们讲到居酒屋3个字时呢，很多人脑中马上就浮现木造的装潢、红色的灯笼、贴满酒标的墙壁好吃的串烧、好喝的日本酒这些经典的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居酒屋似乎成为了某种品牌，变成了日本文化外销全球的典范。那么回头来看看台湾我们有没有什么独特有趣的餐饮文化可以外销到其他地方呢？热炒、半桌、小吃文化有机会吗？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讨论了。
今天想来问大家，就是在台湾的大家平常会去居酒屋吗？会有喜欢居酒屋的氛围，还有好吃的日本料理，B 会有喜欢跟这个朋友在居酒屋聚会，非常的放松自在。C boy 台湾的居酒屋还是太贵了，提醒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居酒屋的历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的澡堂文化以及赛马文化。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